Hello，大家好。上一两个星期我就分享了大众银行下跌的主要原因。那时的麦并不是很好，而且呢也没有中文字幕。这样呢我就再把资料整理了一下，再制造了一个新的视频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我把它改成大众银行的隐忧，因为这个就是一些很不确认的因素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价已经是差不多回到2021年11月的时候，就是说差不多整一年多，股价回到打回原形了。之前这边没有的朋友，除了赚股息之外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赚到。买在顶上的朋友呢，肯定是赚了股息，亏了股价。这样是什么原因令到这个股价下跌呢？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啊。我个人认为呢，它有三个主要的原因，一个就是股权弱谁家，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原因。然后当然是有升息啦，很多朋友问，那么升息股价还会下跌的？这个是短期呢是利好，长期不一定。等下呢我的视频呢会讲解一下。最后呢，当然是上面的几个原因令到这些外资呢去抛售，这个我也会解释。继续我们话题之前，如果你是有兴趣申请信用卡的，这边有5张信用卡你可以申请，每一张呢都有一些福利。我会把这个 link 放在这个留言区里面，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按我这个 link 去申请。首先呢是股权弱谁家，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原因之一。陈红标呢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去世了，让他的股权呢大概有23.多%。这个根据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金融这个条例，个人呢其实是不可以超过18%的。陈红标呢他是 exempt， 因为他有这个他是元老嘛，但是呢这个 exempt 呢是不可以转让给继承人，也就是说这个23.4的股权呢一定会分开它，对不对？重点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23.4的股权会怎样去分啊，可能要会卖给新的大股东，也可能会进行一些合并，不知道。而在5月多的时候呢，这个 AGM 呢，他们也是还没有 confirm，还是不知道。我个人认为呢，私底下呢肯定有些动作的啦，呀。其实这边最担心的问题呢，其实就是谁会是这个大股东啊？So 我之前有讲过，依照马来西亚的 pattern，这个大股东呢很大机会呢，我认为呢应该是马来人，或者说他会进行一些拼购，拼购的话呢这个肯定也是有一些机构会进来做这个大股东，这些不清楚，因为到现在呢，这个管理层呢还不是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，已经差不多整大半年了，还是没有答案，将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呢，就让到很多长期投资者呢有点担心，就慢慢的失去耐心，把这个股呢卖出去，让股价肯定就会下跌。这个我是认为最大的原因。另外一个就是升息，升息这个东西当然不是只是对大众银行，其实是全部银行都是会有这个利好，跟这个长期呢不一定，短期是利好是肯定的，因为它可以赚更多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看下这个6月的新闻，
你会发觉到这贷款增长呢已经慢下来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借钱的人少了，可以借钱的人少了，对比以前是少了。当然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利息已经提升，这样你要借钱的成本就比较高，就有很多人呢就不愿意去借钱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这个呆账，就是这个坏账比例也是升高了。这个呢，投行讲不需要担心啊，这个你们自己去衡量吧。但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坏账会来高呢？因为利息升高了，有些朋友呢可能还不起这个贷款，这样呢就会变成呆账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存款也是慢下来了，就是说虽然我的 FD 呢是已经也是随着提高，但是我已经没有钱来放在 FD 里面了啊。这三个原因导致呢长期而言呢，就说未来呢它的这个营业额 revenue 会越来越少，增长会少，这个坏账呢会越来越高。而它的这个成本呢也是越来越高，因为如果你的这个存款 FD 少的话，你要把你的 FD 的利息提高来吸引更多的存款，这个会令到银行的这个成本呢就提高，有这三个原因，这三个原因不是只是Bobby Bank罢了，其他银行也是有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大体上全部银行都已经是股价下跌。投行讲了，哎，不用担心啊，这东西你看看就好了啊。这个是第二个升息的影响，长期的影响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外资抛售啦，这边有个最新的新闻，已经大众银行还有其他一些股呢就被这个外资呢去抛售，要3000多万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之前那两个因素，就是说这个股权的问题跟这个升息的长远的这个不利好因素，还有这个马币的因素马币来弱，就导致呢很多外资呢就开始抛售这个银行股，包括这个大众银行5月31号当这些机构做portfolio rebalancing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我也讲过说有些银行外资已经是开始抛售了，有些呢就开始保住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那个视频，这个外资呢就开始卖出去，已经开始卖出去，让本地的机构呢，老实讲呢，或者是散户呢，也没有多余的钱去把这些股呢去把它拉升，导致呢股价越来越低的原因。这个当然不只是 Bobby Bank， 当然也是有其他银行，比如这些但是 Bobby Bank 我觉得他们也是被抛售了已经放弃了。这三个呢都是我认为的原因，可能不一定对，因为我是没有license的。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，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意见，你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写下来给我知道下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你希望呢以后看到更多类似的一个视频，不要只是讲技术分析，讲一些基本面，也给我知道一下。当然最重要是说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帮我去 share， 帮我去 like，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我要加上这个中文字幕的话，我要多3倍的时间来准备这个视频。所以你的订阅呢，会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。最后呢，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想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谢谢大家。